最近由于开放限制，全民掀起了一股摆摊儿的热潮。那想不想了解一下古代人是如何摆摊儿的呢？说到这儿，那就带大家欣赏两幅古代名作，一幅是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另一幅是明代仇英模仿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两幅画都以一座拱桥为中心，向两边延伸，左侧为内城，右侧为郊外。桥上靠近栏杆的位置站满了小商贩的摊位，同时还得容得下过往的牛车、官轿和行人，非常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了北宋开封府和明代苏州城的繁荣街景。其中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拱桥两端各立两根木杆，木杆上端有仙鹤模样的大鸟。史学家起初推测这是城内的风向标，再次经过研究后推断是用于规范城市秩序的表目。桥两端的表目连线以内可以摆摊儿，超出连线经营就是违规占道。有史料记载，开封府曾经把违规占道的整治报告递交给朝廷，但是被当时的宋徽宗驳回，理由是治理摆摊这事儿太扰民，还是省省心吧。相比之下，明代苏州城对摆摊的管理就宽松很多，没有表目的限制，也不向摊贩征税，因此仇英笔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沿街设摊的数量就更多。下面我们就看看明代苏州城的老百姓是如何摆摊的。如果你是创业初期，没有资金也没有货源，不妨像这个老兄摆个迷你摊位。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如果你的经营状况有所改善，你可以扩大自己的摊位，像这样。如果你足够豪横，可以略过前面两个阶段，直接像这位大哥做苏州城最高端的生意，绫罗绸缎、金银首饰、深绫补高。当然你也可以避开黄金路段，像这个桥头的鱼面馆，紧邻主街道和城门，往来旅客定会闻香而来。还有这样的娱乐摊和绝活摊。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两种不走寻常路的摆摊。如果你脸皮够厚，跑得够快，完全可以把摊位摆在路中间，像这位大哥。如果你脸皮薄，够佛系，也可以在山坡下支个小摊儿，闻闻桃花香，看匆匆路人也未尝不可。看了这么多，你想好怎么摆摊了吗？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，谢谢。